再来一份吧。小姐，你好。哎，再来份凉拌萝卜苗子。凉拌萝卜苗子吗？嗯，好的，好马上。别吃了。想什么呢？没想到保个胎这么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跟你说啊，要真得保胎保到生完还得休产假，这就得1年多的时间。这1年多里，我就不能上班，工资只能领80%，奖金1分也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房子贷款怎么办？车子也别买了。真想拥有自己的一辆车呀，车本都拿了3年了，也没开上车。怎么没开过？那年春节我们就开车回去的啊。快到了吗？快了。真还不如坐火车呢。那感觉不一样。是啊，这何家的老二开着小轿车从北京回来了，这还不得把全村的人给震晕了？那是自然。可惜啊，一呢，这车是借来的；二呢，本来坐1天就到的路，现在得坐2天才到得了，真是人前显贵，人后受罪。要是在村里没出事儿，我们的孩子现在都满地跑了。小溪，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说，不说。这么想买车，我们就买1辆吧。拿什么买？我只不过过个嘴瘾罢了，一辆富康都得7、8万呢。贷款呗。老婆，有你这份心，我就很高兴了。对了，你们老家盖房子那事儿，你再回去跟他们说一说。我们马上有孩子，需要钱。好的，我去跟他们说。哎，别说是我说的。我知道。啊？我知道。小姑娘很好学啊，工作也很认真，是这波新分来的大学生里业务最好的一个。我啊，准备让她当我的助手。有照片吗，妈？没有。好学，工作态度认真，业务好，确实挺好。可是妈，我这是挑女朋友呢，不是挑助手。您得先让我看看长什么样啊。人家小姑娘长得挺好的啊。哎，您的标准可不成啊。要不哪天安排个时间，你们见个面？哎，先看照片吧，看照片不行啊，就算了，不费那劲儿。哎呀，儿子啊，看人不能只看外表啊。不是只看外表，而是先看外表，而后由表及里。你这个恋爱观就不正确啊！上次那个女孩，我一看就不行，头发剪得比你还短，耳朵上扎了8个洞，啊，手指甲足有半寸长。就这样的女孩，结了婚能在一起过日子吗？说你不听，怎么样？结果钱也花了啊，时间也赔了，最后就因为一顿饭不够档次，他就……好了好了，吃饭吧。爷爸，怎么就您一个人啊？
哎，小佳，陈兰的书啊，咱们还得趁热打铁，再搞几个活动啊。那个，哎，这顾小西他什么时候上班？他不上班的。明天。喂，小西啊，刚才还在说你呢。什么？哦，那这样吧，下午我去拿假条，正好还有几个选题要跟你商量一下。好。还是来不了，又开了1个礼拜的假。好。哎，我说你们以后做选题啊，一定要注重市场。哎，要做就做畅销书。你看陈兰这书，才上市几天啊，已经为我们要回了欠我们很长时间的钱款了。畅销书哪这么好弄啊？一本书多少出版社在后边盯着呢？不是，做也很重要。啊，对了，那个你跟那个刘总，就那刘凯瑞，用什么方式联系？干什么？不是搞活动的时候请他参加呀？啊，给我名片，我给打个电话。没有。你这么重要的人，怎么能不留名片呢？你这，哎，我能找着，能找着我。爸在写什么呢？哦，写书啊，喏。古代诗人的美学风格和重点诗人分析，写给谁的？啊，文艺研究他们约的。挺好的啊，多写点，挣点碎银子。以后写多了，集中起来可以出一本书。哎呀，这种书啊是越来越不容易出了。哎，我来出啊，让我们社来出，就凭本人对我们社的那些贡献，这个面子他们肯定会给我的。颈椎疼吧？爸，你应该学学电脑啦。老用手写对颈椎是不好的。你觉得行吗？你要是觉得这些书的选题可以的话，还是咱俩一块做。兰亭就算了吧，社里肯定通不过。其他的呢？简佳，晚上留在这儿吃饭啊。不了，我回去吃。在这吃吧，虽说是食堂的，也比你回去吃方便面强。我认为这个也有问题。简佳，如果你认为可以，我就安排你们见个面啊。也真是啊，这做媒和生孩子呀，都属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女强人。怎么样？我觉得行啊。医学博士留英回来，一表人才，年龄又合适。我要不是已婚在身呐，绝不放过。说正经事儿呢啊。简佳，怎么样？小溪，
太过分了。他肯定长得很丑吧？真的假的？别理他。参加为时64天的火炬接力。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4号在都灵表示，本月10号开幕的都灵冬奥会将会是一届精彩出色的奥运会。五套有足球，阿根廷对巴西。4号在加沙与哈马斯领导人代表团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之后的首次正式会晤，双方就阻隔以及巴以局势等关键问题充分交换。好了，别难过了。哈马斯领导人之一哈尼亚说，行，挂了。向法塔赫提议共同参与妈，你给姐家介绍那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什么怎么回事啊？要放慢节奏的时候，为什么罗纳尔多非要这么快的？那人有处女情节。你说人家交男朋友交了6年了，要是没有任何的性生活，除非这人有病。那人一听简家不是处女，立刻拜拜。问题是，简家为什么要跟他说呀？就说嘛，脑子有问题。他还跟他说他留过2次孩子，他认为这是一种诚意。我认为啊，这是蠢。爸爸也罢，这种人结了也得离。要我说啊，关键还是恋爱观不正确啊！我一直说，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简家有勇气把这事儿说出来，说明他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嗨，妈，我看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要找这么一个女的给您当儿媳妇儿，你敢？啊，对了，啊？我上次跟你说的那女孩照片给你拿回来了，啊，你看看吧。哎呀，看看，还凑合吧。那哪天我约个时间你们见一下面啊？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意见，参照集团关于机构改革期间干部竞争上岗的实施方案，结合本社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如下：一、指导思想。对不起，简家迟到了吧？路上堵车。坐下吧，你刚开始。哎，主任，小希的假条。又一周。郭小希母亲是医院的吧？啊？假条比油子大开。看样子真得保胎保到生了。那保到生也得保。哎，我跟你讲啊，既然早晚都得要孩子，就现在要，要不然你还得遭一次罪，流一次产，对不对？要我说啊，这文件你也甭看了，都是些车轱辘话，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所有岗位都得重新竞聘，包括最普通的责任编辑岗位。也就是说，你跟我都不例外。对。那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帮你问过了，主任说如果不参加竞聘，就没有岗位。那没有岗位，我每个月就只能领最低的基本工资啊。每个月1000块，奖金提成一概没有。天哪！那我得给何建国打个电话。你还有人商量，有人靠，真好。头，电话3线。哎，喂，小希啊，别着急，慢慢说。我大概明白了，这样吧，
我下班以后就去你妈家，我们慢慢商量，好吧？记着啊，别着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好，晚上见。不行，我觉得呀，你不适合去做什么精品。现在，我觉得还是去，顶多上下班的时候打车。哎，再不让小航送2天，反正我去上班也就是开会说说话，顶多打字。太自欺欺人了，不可能，哪能就是开会说说话这么简单呀？明争暗斗。你这种性格，再碰到什么不合适的、看不上眼的，跟着别人顶起来，那怎么办呀？不行，这心理成本太高了，孩子受不了。你就不去，按国家规定，他也不能开除你。他是不能开除我，但是如果没有岗位的话，1个月就只有1000多块钱。等孩子生下来，拿什么养他？做父母就是要父母的责任呢，得对孩子负责。哎，要不这样吧，实在不行送到乡下我爸妈那边去。那还不如不生。我可不想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输在起跑点上。那开学的时候再接回来嘛。那已经来不及了。哎，我说顾小西，你什么意思啊？哦，在你眼里那农村人都那什么是吧？啊？哎，何建国，我是在跟你商量事儿啊，别找事儿啊。怎么回事？我一直严格按照医生嘱咐的，不是坐的就是躺着，怎么会这样？难道一直跑到生呢？好了，小西啊，就是保到生我们也得保。既然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就别着急了啊，好吗？现在简家已经成为我们的副主任了，主要就是因为陈兰的那本书。谁都知道那本书是我做的，是我抓的，就因为我要保胎，我没去参加竞品。好了，别说了，谢谢。听话，人得善于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好了，别这样了。你这月工资。谢谢你，老让你跑。小西啊，要身体允许的话，就在家里想想选题吧。正好，我想了几个选题。怀孕不能用电脑，只好手写，你凑合着看。这几个都有点问题啊。先说这个绝不可能。首先，这作者就没卖点，30多了，还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东西，还是个男的。多彩人生七彩霞，这名字就不行。人生宣言。我觉得这几个选题都不行，你还是再想想吧。怎么还不睡啊？哟，手术做完了啊，正好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哦，我们医院要组织教授以上的老干部到杭州去旅游。哦，可以带一名家属。哎，我啊真想去啊，杭州是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哎呀，多少年了没休过假，可惜没时间呢。你去吧啊。那家里怎么办？嗨，过去我们两地分居，还不照样过啊？哼，哎呀，小西在家里需要有人照顾啊。让他们回自己家住一段啊，有困难自己克服。啊，你们后天就走啊。完全就是领导的口气。
完全就不是以前那种向你咨询、向你请教的样子。我倒觉得没什么错，那做领导就得有做领导的口气嘛。小希，我们有才华，我们年轻，来日方长啊，我们不怕。爸妈出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行，带药吧您。啊，带了，你回去吧。行，好，放心啊，好吧，走吧。我累。啊，来了，你好，你好。鸭蛋带了，东西带着。我问你呢。是。啊，放心的，孩子。哎呦，好，你们嫂来了。早点。这个这是供电局的事，你是物业吧？啊，对，是我。您是？你们怎么说停电就停电呀？啊，我家里都来了，17层没电梯，你叫我怎么办？这个呀是供电局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啊。我跟供电局没有业务和合同关系，我跟你们物业有合同关系。走，你瞧瞧，那东西怎么办？你瞧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先进去看看吧。这么多东西，这个我们就得联系着，马上就修好啊，马上就好了啊。您得赶紧的啊！你们多少上天？要不我们先回我妈家吧？来吧，我跟你上。哎，18层呢。来吧。那东西怎么办？来，我帮你看着吧。谢谢你啊，不客气。来，来吧，这小伙儿，哟，这爸爸慢走，18层的往上走。你这是为我还是为孩子啊？为何这一下我没背过你啊？背过吗？好好想想。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那不记得就不背了。啊！累了就说，背不动就说，别找借口。哎呀，还真是有点累了。那一年呐，在慕田峪长城，我脚崴了，你一口气能背我10几里路呢。哎呀，老了，跟那时候不能比了。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嫁给这个男人，男人就要像个男人，有力气，有生气。坐歇一会儿。哎呀，哎别，在这儿，这边凉。哎，你是我老婆怎么了？来，看着就看着。哎呀，怎么还没有动静？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你妈肚子里动静啊？哎，老婆，等将来他出来以后，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我一定要让他学音乐。他要是敢说一个不字，你瞧我怎么走的。到那时候呢，我跟我们家的音乐神童就带着你这个乐盲一块儿去欧洲音乐之乡。哎，我怎么又成音乐盲了呀？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还说我歌唱得好呢。恋爱时期说的话，你能够相信啊？那个时期说的话都是一些荤话、傻话、疯话，都是胡说的。是吗？那行，来下来。下来。乖。再见。哎，建国，你说，那个话是不是胡话？不是，是真话。再说一遍。是真话。我让你把当初说的那话再说一遍。何建国，你的歌唱的真好听。还有。还有，你饶了我。不说是吧？我走。啊，何建国，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帅的男人啊？不对。你说，我非常非常爱你，一辈子爱你，对不对？我有说过这么恶心的话？啊，非常非常的爱你。
上来。起降，老婆大人。我谈的是什么？爱情的故事。不错，有进步。什么不错有进步？那个电影还我带你去看，你忘了？因为你想让我学习那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去接受一个穷人家的女孩。结果中计了是吧？啊？哎，小希，当初那么多人追你，也有那么多人反对你跟我，结果你干嘛还要跟我呀？因为我糊涂。小希，好啦，因为我不像那些虚荣的女孩，只看人的外表啊。这还差不多。哎，等将来我们有孩子，一定要让他学音乐，先读音乐附小、音乐附中、音乐学院，他能读到哪里，我供到哪里。因为音乐太好了。哎，不过高考的时候，他一定要记取我的教训哦，不能像我一样急于求成，一天练了10几个小时，把手指头都练坏了。我听你弹的挺好的呀。因为你不懂。不过你知道，要供一个孩子去学音乐，是需要很多时间跟很多钱的。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一切有我在。哎，电来了。接个电话。喂，爹，我知道了，爹。医生让小希保胎，我们最近一直忙这个事儿呢。知道，尽快。好，没别的事了，那先挂了。哎，你们家又有什么事啦？没什么别的事儿，我爹说找人给孩子算了个八字，求了几个名字。是旺财还是栓柱啊？小希，开玩笑的嘛，没有幽默感。小希，我爹说那房子马上要动工了。我不是让你跟他们说说我们的情况吗？我现在不能上班，不能挣钱。我都说了。他们为什么不把老房子给卖了？那新房子还没盖，把老房子卖了，他们住哪里啊？那你就赶紧把钱寄回去吧，啊！这事儿啊，你不用操心了，我用我的钱。你的，你的还不是我们的？什么 AA 制？夫妻之间的 AA 制能够完全分得开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建国，我真的不想做一个贫困的母亲。不，我不想我们孩子生下来有个贫困的父母，我不能接受的。而且，你刚刚不是才说要让他学音乐的？你是不是得了产前忧郁症啊？好了，小希，别胡思乱想了啊！哎，这样，那我们俩来计划一下，以后啊，你就安心在家里保胎，家里所有的开支我来支付，啊。你的手机就停掉算了，那这样能节省几百块钱的手机费呢。再说了，打手机对胎儿也不好。还有，你现在怀孕，也就别用化妆品了，这里面都有激素的，对孕妇不好。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以后就像一个母鸡下蛋似的，光喂点饲料就行了？
一门心思的在家里面下蛋孵蛋。那常言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到才说穷。你以前呀，花钱太大手大脚了。那吃顿饭几百块钱，买件衣服几百块钱，做个头发几百块钱，你觉得有必要吗？但是建国，我不希望仅仅是活着而已啊，我也希望能够活得有点品质，有点质量，不可以吗？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要孩子吗？喂，小西，醒了？我给你做的早饭吃了吗？什么？那你在家等着我，我们马上去医院。好，等着我。你说你真是，你没事不好好躺着，晒什么被子呀？周末我来晒不就完了吗？晒个被子就会流产，我看我真是习惯性流产。建国，这也许是天意。妈，小西啊，感觉怎么样？妈，能不能不刮宫？真的很痛。也有很多人自然流产都没有刮宫的。小西，我跟你说啊，人工流产流不干净，剩下的组织都有可能癌变；自然流产就更不能心存侥幸了。顾小西，你在外面等。妈，好怕。别紧张啊，我女儿太娇气了。没关系的，女人都得早点睡，不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啊，放松啊，放松。
可以了啊。你使点劲儿。怎么了？怎么了，小希？小希？啊？怎么了？怎么了？小希？怎么了？妈，小希怎么样了？快完了。那小希算不算上习惯性流产了？那能治吗？建国，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村的路况，那年春节为什么非要开车回去呢？平时真的没事儿，那拖拉机都跑得好好的。妈，小希能治吗？我一个同事的女儿，习惯性流产，怀了9次，流了9次，最后一次，从知道怀孕开始就没下过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好不容易保胎保到6个月，打一个喷嚏又流了。后来呢？后来因为她不能生孩子，她丈夫跟她离婚了，到现在单身一个人。喂，爹，我明天就把钱寄过去。什么？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就是你保胎不能上班、不能挣钱的情况。全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老房子给卖了。他们不是说老房子卖了就没地儿住了吗？跟买主说好了，先住着，等新房子一盖好，马上就搬。买主提前给了钱，这样我们就不用给钱了。你跟他们说，我们用不着。好了，小希，好了，小希，我们还年轻，孩子会有的啊。孩子的事儿，你跟他们说了吗？还没有。为什么还不说？还没想好该怎么说。哎，简家，简副主任。主任，有什么指示？没什么事儿，就是陈兰和读者见面会的事儿。你猜我碰见谁了？谁呀？刘凯瑞呀。哦。哎，我跟你说啊，一开始啊，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心想啊，有枣没枣，我打上3竿子。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哎呦，当时啊，我这心里头，我跟你说，我这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啊。哎呦，行了，甭管怎么说，有他在，哎，最少啊，这记者的钱咱不用出了。不对，记者应该给咱们钱。这刘凯瑞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哎呀，原来啊，这说啊，刘凯瑞啊暗恋陈兰，我还以为是报纸上瞎炒，看来真有这么回事儿。得嘞，甭管他谁恋谁吧，
反正是咱们是有了刘凯瑞这样的啊铁杆的强势读者，咱们的书不愁卖不出去了。哦，对了，活动流程做完了吗？正在做。安排刘凯瑞发言是吧？等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啊，请他们吃顿饭。谁们？刘凯瑞和陈兰，你作陪。主任，有这必要吗？芊芊，咱们得学会善解人意，啊，善解人意非常的重要，给他们创造机会，同时也是给自己创造机会。OK。下午就是陈兰和读者的见面会了。就是陈兰和盖茨的见面会，咱也不去，好好在家歇着。哎，以后的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在上班的时候，简家就成了我的领导了。哎呀，朋友当领导还有什么不好的呀？谁都希望自己的朋友好，但谁也都不希望自己比朋友糟。好了，来，给陈汤，多喝点汤。赶紧吃吧啊！哎，对了，我下午得去加个班，昨天已经耽误1天了。去呗。晚饭我也做好了，你要吃的话，放微波炉里转一下就行啊。吃吧。哎，妈，回来了啊！哎呀，开饭了。哎呀，儿子，哎，你在家没事儿就不能给你妈做点好吃的？我在医院忙了一上午，回来又是这个。妈，有这愿望，您早说呀。早说你就会做啊。哎，你说，你除了会下面条、煎鸡蛋，你还会做什么呀？哎，按说做饭不是什么难事儿，可是我们家的男人就是不会。其实啊，也不是不会，就是不想。这一点啊，何建国就比你们都强啊，比小西都强。哎，有时候我就想，这甘蔗就是没有两头甜的。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